大家好，今天呢和咱们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的问题这个糖尿病呢本身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呢非常重要的疾病。那么有关糖尿病其实相关的知识点呢有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可能一次只能聚焦于其中一点那么今天呢，我想呢，就是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的分型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糖尿病也分型吗？我之前只知道这个病人可能就是血糖高了然后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有糖尿病可能有的吃药，有的还得打胰岛素这个它还分不同的类型嘛那么今天呢，其实这就是咱们讨论的主题首先咱们确定的讲，糖尿病确实分型而且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糖尿病之间的区别还真是挺大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由浅入深把这个糖尿病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涉及到糖尿病，咱们一定就是不能说忽视的它的原因是什么？这就不得不提到了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胰腺。胰腺呢，我们叫 pancreas 这个图上这个黄的像是脂肪粒一样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那么这个胰腺呢，它在什么位置它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咱们人体就是上腹部正中这个位置但是呢，它比较靠身方不是说咱们一摸咱们的胸部和腹部是吧？之间这个分界线差不多就是咱们说胸骨这块底下这最底下这一块叫做剑突剑突往下就已经是腹部很柔软的皮肤了。那么这个位置上腹部的正中，其实胰腺呢就在这个水平面。当然它不是在很表浅的位置你摸下去，其实一开始摸到的当然除了皮肤、皮下组织什么这些层级以外呢，你其实摸到的第一个消化器官应该是胃那么在胃后面就是咱们的胰腺这是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胰腺的位置。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急诊遇到有这种比如说中年男性而且呢有这种暴饮暴食，那么来的时候就说这个上腹部深方剧烈疼痛那么你一查它可能血尿淀粉酶还高，那基本上考虑急性胰腺炎这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个就是说它的位置和它疼痛这是有直接相关的，它的疼痛的表现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胰腺我们说呢，胰腺其实它功能就比较复杂它的功能别看它就是这么一团好像一团脂肪似的，其实它的功能非常复杂我们已知的胰腺的功能其实就包含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那么当然呢，在这一张图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其实后边大家仔细看呢，这还有一个绿色的管道一样的结构这个就是咱们的总胆管什么叫总胆管呢？总胆管是收集咱们肝总管和胆囊管这两根管收集来的胆汁然后都经过这根这个总胆管汇入到咱们的十二指肠到这儿。那么大家看这胰腺中间也有一个管子是吧？那么它这管子到前面分叉了，有一个主的开口，有一个副的开口。那么这个最粗大的主开口和谁汇合呢？和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总胆管有的时候也叫胆总管，那么和它汇合，共同开口在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我们叫十二指肠乳头这别看这一小块地方它所造成的危害其实非常大，它的功能特别重要如果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病人有胆结石，胆结石呢可能从胆道系统掉下来，正好堵在了这个十二指肠乳头这儿堵在这儿了。那么一方面它会导致什么？胆汁淤积胆汁下不来，所以这个病人可能会出现肝区疼痛然后甚至有黄疸这都有可能。那么发烧是吧？这些相关的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可怕的外科疾病那一种急诊叫做
这种急性的化脓性胆管炎啊，那是非常急的啊，死亡率也很高。那么除了它会导致这种疾病以外，它其实还会怎么样？让胰腺的胰液也分泌不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它的胰液也会蓄积在胰腺里边啊，形成一种比较可怕的情况，叫做胰腺的自身消化啊，那么就很可怕了哈。那么这个也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胆源性的胰腺炎啊，因为它是从胆结石掉下来堵在这儿导致的胰腺炎啊。这个咱们就简单的把这个胰腺的解剖说到这儿哈，后面咱们要看它的功能了啊。那么胰腺的功能咱们刚才说了，分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内分泌功能。什么叫内分泌啊？那除了内分泌，我们还有没有外分泌啊？有啊。那么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内分泌分泌的激素进入哪儿？进入血液啊。内分泌激素分泌出来以后，都是直接进入血液，经过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的，这就是内分泌啊。外分泌就不一样了啊，它是经过这种腺体的导管啊，要么分泌到体表啊，比如说汗液，这就到体表了；要么是分泌到比如说腔啊，就是像这种胃是一个腔啊。肠啊也是一个腔，它分到胃里边或者肠道里面啊，这叫做外分泌啊，它不进入血的。那么胰腺呢，既是内分泌器官，也是外分泌器官，这就是它功能复杂之所在啊。那么胰腺里边内分泌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大家听说过胰岛是吧？胰岛素啊，它来自于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其实在胰腺里边占的体积1%左右啊，那就是非常少。它为什么叫做胰岛呢？是因为这些细胞它因为它很少啊，就在胰腺里边，这儿有一块，那儿有一块，就好像不同的村落一样啊，这儿有一个小村，那儿有一个小村，之间距离都很远，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什么海洋上的小岛来形容啊，这儿有一个岛，那儿有一个岛啊，所以叫胰岛。那么胰岛细胞分泌的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呢，它是由其中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啊。这个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呢，是咱们人体内唯一具有降低血糖这个效果的激素啊。那么第二个叫胰高血糖素，它也是胰岛细胞分泌啊，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细胞叫阿尔法细胞，它分泌的，它的作用和胰岛素正好相反啊，它是升高血糖。那么第三个呢，生长益素啊，那么它是由胰岛的叫德尔塔细胞分泌。啊，它可以怎么样抑制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以及胃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个生长益素呢，我们会相对来讲就略过啊，因为它作为一个知识点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最后这个叫胰多肽啊，缩写就是 PP 啊，我们叫做胰岛的 F 细胞分泌，有时候也叫 PP 细胞分泌啊，它可以抑制胰腺的外分泌和胆囊的收缩啊。那么这个就是内分泌激素哈，有这个咱们目前就说有这4种，分别由胰腺这种胰岛啊、阿尔法、贝塔、德尔塔、F 啊4种细胞来分泌的。那么它的外分泌，刚才咱们提到了啊，是这种激素经过导管进入体腔或者排到体表。外分泌啊2个大的方面，那么这外分泌的细胞占胰腺体积的99%啊，是胰腺最主要的功能可以说。那么其中第一大方面就是消化酶啊，由这个腺泡细胞分泌的消化酶，比如说咱们常说的淀粉酶啊，淀粉酶是把多糖变成单糖啊，蛋白酶是什么？把蛋白质变成氨基酸，还有脂肪酶是把甘油三酯变成甘油加脂肪酸啊，这就是咱们最重要的3种消化酶，分别消化咱们食物中3大类物质啊，就是糖、蛋白和脂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碳酸氢盐，这个是由导管细胞分泌的，它是一个碱性的液体。为什么要有碱性液体？因为咱们都知道胃里边是强酸性环境，是吧？是盐酸，是吧？咱们胃液里边那个酸就是盐酸啊，氢氯酸。那么它的 pH 值，一般来讲，胃液正常胃液的 pH 值应该在2.5，差不多这个范围啊，是强酸性。那你这种强酸性的液体，你在胃里有黏膜保护，是吧？你这到了肠道，那它的这种保护作用没有那么强，那必须要有一个来中和的物质啊，这就是碳酸氢盐的作用。它可以保护这种肠道黏膜，是吧？可以为消化酶提供一个最佳的酸碱度环境。
下边咱们重点说一说糖尿病啊。糖尿病啊，最主要的症状叫做三多一少啊。哪三多呢？多饮、多食、多尿啊。哪个少呢？体重减轻啊。三多一少非常好记。那么糖尿病是怎么来的啊？糖尿病总体来讲，就是由于咱们人体啊和胰岛素相关的这种功能有变化了啊，不足以满足需求了，就会出现血糖升高的状态啊。咱们刚才提到过，胰岛素是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一个内分泌激素啊，咱们人体内只有这个，所以它一出问题，那血糖一定出问题。首先呢，我们说呢，这个糖尿病啊，它分型两型，从这儿就开始了啊。那么 Type 1我们叫1型糖尿病啊，它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叫做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啊。那么什么叫绝对不足？就是你胰岛素分泌的量就是不够啊，就是太少了。那么什么原因呢？它其实和咱们的这种贝塔细胞的破坏有关啊。那贝塔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为什么会被破坏啊？目前的研究呢认为，1型糖尿病和自身免疫有关啊，就是自己的抗原抗体反应。咱们人体可能由于某些基因的原因，或者是病毒感染、环境这些原因呢，导致自身对于咱们的胰岛这个贝塔细胞产生了一个抗体啊。那你对自己细胞产生抗体，这叫什么？自身免疫病了啊，那就是自身的免疫太强了，把自己正常细胞都给破坏掉了。那么这种贝塔细胞的破坏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的这种绝对不足啊。那么再说第2型 Type 2啊，胰岛素分泌呢相对不足。那为什么叫相对不足啊？它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呢？胰岛素的抵抗啊。什么叫胰岛素抵抗？有胰岛素，但是它的效果发挥不出来啊。那么它的具体的机制，比如说是由于胰岛素受体的减少啊，或者是细胞上这种受体虽然没减少，但是受体呢对于胰岛素的这种反应下降了啊。那也就是说，你的胰岛素虽然不缺乏，但是它发挥作用的这个途径出现问题了啊。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呢，由于某些情况导致的胰岛素需求量增加啊，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一个胰岛素相对的不足。所以简单一句话来讲1型糖尿病是咱们自身分泌不出来这个胰岛素啊，而2型糖尿病呢，胰岛素能分泌，但是分泌出来它发挥不了作用啊。简单来理解就可以这么记。那么当然还有特殊时期的糖尿病啊，咱们说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呢一般都是在女性怀孕期间发生的，产后呢也可以恢复。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有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种女性她有可能在产后逐渐发展成为2型糖尿病。那么这个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呢，各自有一些特点啊，也就是说它们的鉴别要点。这2个病其实虽然都是导致的血糖升高，但是呢，他们的治疗，他们很多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不同的病啊，就不同的病，只不过造成的结果相似而已。我们先说1型糖尿病那么它是多见于儿童、年轻人，为什么呀？因为它和基因有关系啊。你基因一旦有问题，那可能生下来之后过一些年，它就会表现出来。而2型糖尿病呢，为什么多见于成年人是因为它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啊。那么当然有家族史的原因，这个呢就不像1型那个基因的那么绝对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有家族史父母或者长辈有2型糖尿病，那么确实子女也有可能这就是家族史。包括像吸烟这种饮食不注意吃的可能太过热量高了，是吧？不健康，包括体重过大运动太少，这些都不行。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它要出现它的结果，一般都会在中年以后大家知道，一般说从小就具有这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人还是少都得到中年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年龄上它是不一样。那么它和它的病因其实也就是这种高危因素也有关系另外呢，我们说1型糖尿病
他的身体几乎是不产生胰岛素啊，也就是说虽然产生一点儿，但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二型糖尿病呢，咱们刚才提到了，它不是说缺胰岛素啊，它胰岛素有，但是呢，它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两者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啊。那么还有呢，一型糖尿病是必须要依赖于胰岛素治疗啊，你必须要给予外源性的胰岛素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被诊断为一型糖尿病的话，你只能接受打胰岛素啊，可以降低血糖。你吃药啊或者什么，目前还没有发现啊这种通过其他手段来治疗的一型糖尿病啊，所以必须依赖于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呢，是可以通过吃药啊，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啊，那么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啊，把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症状这个血糖啊、高血糖啊，能够控制得很好啊。你比如说，自从诊断二型糖尿病以后，这个患者可能非常自律啊，生活方式改得非常好啊，那么也不吸烟是吧？饮食也很清淡是吧？当然他有必要的一些蛋白质摄入哈。那么包括他非常注意锻炼，每天都有足够的运动量啊，包括他非常注意自己控制体重啊 BMI 啊，控制在正常范围。那么这些呢，其实坚持半年1年的话，它的效果一定会有啊。那么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大家知道最著名的药物哈，就是二甲双胍，它呢是可以促进这种高血糖这种血糖的利用，同时还能够抑制咱们肝脏的糖异生，就是你肝脏把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转化成糖这个功能被抑制了啊，所以它可以通过这些，还有一些机制呢啊比较复杂，二甲双胍其实作用机制非常复杂。那么还有一个药叫做格列比嗪啊，它是可以刺激胰腺啊，制造出更多一些的胰岛素啊。那么当然，如果这些效果都不好啊，二型糖尿病用胰岛素也没问题啊，也可以用。那么是不是有的朋友们就会问，是吧？你二型糖尿病本身不缺乏胰岛素啊，你通过药物、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控制的不好，那你给它更多的胰岛素，它的意义在哪儿啊？你本身它就有足够的，你为什么还要给啊？那它为什么还有效啊？我觉得呢，可以这么理解哈。当然呢，你要说它那种非常微观的机制，那可能很复杂了。但是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当你这个胰岛素给的更多的时候，它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啊，去接触到这些胰岛素的受体啊，也就是说，通过它的努力吧，啊，能够让这些本来已经不太活跃的受体受到这种更多的刺激啊，从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最后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也是很多咱们朋友们容易混淆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当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出现了很严重的这种高血糖的时候啊，那么他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发生。这两者分别叫做一个叫做 DKA 哈，大家看我们左边下方这个红色的这个字哈，红色的字 DKA。那么还有右边啊，最下边这个红色的字叫 HHS。什么是 DKA 啊？一型糖尿病啊，在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比如说400多、500多毫克每分升，这属于比较高的血糖了。这个时候它更容易出现 DKA 啊，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高血糖啊，500、600这种水平，400以上吧，基本都是。第二个叫库斯茂呼吸。什么叫库斯茂呼吸呢？是一种深快呼吸哈，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种又深又快的呼吸。那么同时呢，它的呼吸会有什么烂苹果味儿啊？这个其实这是什么叫烂苹果味儿？其实就是呼吸里边带出来的这种丙酮啊，丙酮的这种气味就是烂苹果味儿。那么还有呢，尿酮体检查是阳性的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叫酮症酸中毒，对吧？它有酮体阳性。那么包括病人有可能会有脱水的表现，有意识障碍的表现。那么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呼吸性酸中毒还是代谢性酸中毒啊？这个问题呢，咱们讲，简单说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代谢性酸中毒啊。
那么再说第二个哈，二型糖尿病，当他的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比如说600、700甚至更高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更容易出现 HHS， 也就是高渗性的糖尿病昏迷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高渗这个字。那么高渗性糖尿病昏迷呢，就是由于血浆的这种渗透压太高，渗透压太高以后啊，出现的这种脱水和意识障碍啊。那么这个两者呢，我觉得大家容易搞混在哪儿啊？好像有的时候咱们认为一型糖尿病一定会出现 DKA 啊，一定不会出现 HHS。或者有的时候认为二型糖尿病严重以后只出现 HHS， 一定不会出现 DKA。那么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啊，就是说这两种 DKA 和 HHS 呢没有这么严格的边界感啊。一型糖尿病可以出现 DKA， 也可以出现 HHS， 二型糖尿病也如是啊。那么只不过是出现几率的不同啊，一型更容易出现 DKA， 而二型呢更容易出现 HHS。那么当然出现这些问题以后，这两个情况都很严重啊，都有脱水和意识障碍，这表现差不多。那么怎么去处理啊？那么最主要的是吧，你这时候先要减最重的啊。那么出现这些障碍以后呢，一个是说什么脱水，大家知道脱水那是很严重的情况。包括他的高血糖也是很严重的情况，包括他的水电解质紊乱啊，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啊、钠可能也会出问题，这几个都是直接影响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呢，在治疗上，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像补液呀、静脉泵入胰岛素啊，包括这种纠正它的电解质紊乱呢就像这些方法。那么，当然，如果病人有这种什么血氧啊什么这些问题的话，那当然那个 ABC 原则血氧那更是重要的，对吧？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有关糖尿病的危害啊。糖尿病的危害，其实呢，我总结呢，可以很简单的去记忆啊，心脑肾眼足5个字啊。心是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啊，咱们提到过啊，咱们专门有一个课是讲这个冠心病的，是吧？冠心病其中一个高危因素就是什么呀？3高，对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高血糖就是冠心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啊，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啊，就是心绞痛、心梗这些啊，那么这很严重。第二个说脑脑是出现什么一样啊？那么在心脏上是表现在冠状动脉问题上啊，而在脑上表现在脑动脉的问题上。那么脑子里也可能出现什么呀？梗塞和出血啊。那么同样它的原理都类似啊，因为这种3高以后呢，会导致就是说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啊，血管腔狭窄。那么管腔狭窄以后，一方面供血不足，会导致远端供血部位的缺血、梗塞；另外呢，它有这种狭窄斑块、硬化斑块呢，这个血管的脆性就增加啊，弹性就减弱，所以在有血压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突然破裂啊，或者在平时由于这种血压的波动、血流的冲击，会出现动脉瘤啊这些改变啊，这些都会导致出血啊。那么这个就是脑。肾脏一样啊，因为咱们的肾脏大家知道，肾动脉是一个最主要的供血动脉，但是呢，肾脏里边那些所有的过滤都要经过肾小体，肾小体里边的肾小球就是毛血管啊。那你从肾动脉到这个毛血管，这整个这些都是血管结构啊。这种高血糖既然是影响了它的血管结构，那就一定影响它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肾脏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供血不足，同时呢出现什么叫做糖尿病的肾病啊。也就是说，它的肾功能可能会有损害。那么第4个眼啊，咱们都知道为什么糖尿病病人要查视力，要查眼底啊，视网膜有可能病变，发生病变，有可能失明啊，这个很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足啊、脚，咱们人的2个脚、腿啊，这个呢，
周围神经病变啊，因为你的足部的神经啊会由于这种高血糖出现问题，那么你会有什么？有脚麻啊，感觉不到疼痛，有的时候你会有异常的疼痛感啊。那么当然缺血坏死以后会出现溃疡啊、坏疽啊，那么严重的直接那个脚趾或者是一只脚完全黑掉啊，那就形成坏疽了，那就只能截肢，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呢，只能是什么防微杜渐啊！你不从它轻微的时候就开始注意，等着它到了最终已经很难挽回的情况，那真的是就是妙药难医了啊，那就很难了。来美国以后呢，我感觉有一些适合咱们国内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异啊。其中之一就是在这边，我发现我在这边见到很多的这种糖尿病这种足部病变啊，这个脚出现了溃疡啊，然后坏疽啊，然后甚至有很多的我发现截肢的病人比在国内见的要多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是这种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啊、饮食啊各方面，包括体质的原因啊，这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糖尿病来讲，我们说要做到提前预防、早期干预啊。今天呢，这也立冬以后了哈，天气也比较冷，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啊，很晴朗。我就把这个情况呢，让 AI 做了一首小诗哈，大家一块来看看 AI 做的怎么样。小屋冬日啊，冬日方知日暖晴，淡茶粗饭一方心，人间至味多平淡，最是寻常最动心啊！谢谢各位啊，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啊，咱们下期再见。